老人们常说，人敲三，鬼敲四，一般人敲门呢，都是响3声，梆梆梆，只有鬼敲门，响4声音。如果说你在半夜里遇到响4声的敲门，你会开吗？这时候有胆子大的人就要说了，不做亏心事，就不怕鬼敲门，这有什么可怕的？但如果说你一个人在家，而且敲的那个门啊，还不是你们家大门，而是你卧室的门，这事儿还就发生在一个看似平常，却暗藏玄机的小区里。为什么说暗藏玄机呢？因为这个小区前2天呢，刚死过人，正在办丧事。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呢，是一个没什么名气的小作家，叫孙建国。都说建国以后不准成精嘛，可是他偏偏专写恐怖鬼怪小说，投到杂志上。之前什么故事会、民间故事等等这些，赚点稿费，以此为生。这个建国为了创作，就经常跑到乡村市井去采风，其实就是听别人讲故事，收集够了大量的故事，再整理，然后写作。这一次呢，他来到了一个小县城，随便找了个小区，租了一间50平米的一室一厅。客厅不算大，这个不算大到什么程度呢？连个餐桌都没有。所以他写的东西都是在房间里，在卧室里的小桌子上。这几天呢，在外奔波，他已经收集了足够多的故事，准备在这间小屋子里边专心创作一番。建国这个人工作起来又特别的投入，尤其是在安静的环境之下。所以呢，他每天都是白天呼呼大睡，晚上点灯写作。这几天小区里不太安静，有人去世了。按照当地风俗，人死之后会在小区的空地上搭建灵棚，停灵7天。这7天白天是嘈杂的哭声、吊唁声，晚上敲锣打鼓、唢呐锣鼓吹吹打打，一直到半夜，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。小区里的居民倒是见怪不怪，也能接受，毕竟人家里老人没了。可是这建国兄就受不了了，白天他吵得睡不着，好不容易睡着了，那边外边嚎一嗓子就吵醒了，刚有点睡意又被惊醒，反反复复，睡眠质量差到极点。但是没办法，还是那句话，死者为大，就忍一忍。为了能够睡个好觉，这个建国兄决定改作息了，晚上睡，白天写作，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但是这个生物钟，这个玩意儿，哪是说说改就能改的？头一天晚上，听着小区里锣鼓唢呐声渐渐停了，可他还是翻来覆去睡不着，直到挨到半夜2点多钟，渐渐才有了一点倦意，眼皮子慢慢往下沉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忽然听到卧室的门上传来了敲击声，这个声音沉闷，里头带着一点摩擦的沙哑感，这听着有点诡异。建国兄顿时就被惊醒了，睡意全无。因为客厅不算大，卧室距离房子的大门大概就是个几米的距离，他感觉这个声音更像是来自卧室门，而不是外头的大门。他分辨了一下，难道是自己忘记锁门了吗？没有来得及细想，这客厅里又传来一阵断断续续的声音，还有一天，关键是个童声，就像是哪个小孩玩捉迷藏的时候说的话。接着又是一阵敲击声，咚咚咚4声。建国兄虽然是写鬼怪故事的，但是他自己从来不信那一套。要信的话，他就不敢写了，敢写就是不信。他第一时间就想到，这可能是楼下邻居在搞恶作剧吧。几天没睡好觉，本来他人就在崩溃的边缘，
顿时就火冒三丈，灯都没开，就侧身抄起床头柜上一根棍子，在地板上猛敲了几下，跺了好几下，边跺边吼：“大半夜的搞什么鬼！”这一通暴脾气发下去，果然有效。那个敲击声、那个沙哑声、童声什么的戛然而止，房间里边又恢复了安静。这下可以安心睡觉了。他本以为是这样，可是他错了。没过一会儿，客厅里边又传来了同样的敲击声、摩擦声，这声音断断续续地传到耳朵里边。建国兄彻底怒了，他冲出卧室，准备跟人干架。客厅里边什么都没有。这时候声音又从大门口继续传过来。他气冲冲地走到门口，趴在门上往猫眼里边向外一看，想看看到底是谁在外头搞恶作剧。这一看，一个人都没有。这声音还在不停地喊着。还有一天，敲击声不停地重复着，咚咚咚咚，一遍又一遍，一遍又一遍，跟复读机似的。顿时间，他自己小说里编的那些个情节故事就都想起来了。他深吸了一口气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他转过头来一想，定了定神，这世上哪有什么鬼呀？我虽然天天写这个神神鬼鬼，可是那都是民间的故事，添油加醋编出来的。他强装镇定，鼓起勇气，冲着门口大吼一声：“滚啊，滚开！”这一声怒吼，就像打了一声雷似的。他自己没想到声音那么大，震得门都微微的发抖。还真别说，这一声吼就把门外那个东西给震慑住了。外头那个声音渐渐停了下来。这时候他又凑上猫眼啊，往外头看，门口还是空空如也，但他可听到了一阵细微的脚步声，越来越轻，好像在慢慢的离开他的门口。建国兄顿时松了一口气，紧绷的神经可算慢慢放了下来。本想开门看看，然而这个时候，那个沙哑的声音又突然传出来了：“既然还有一天时间，那我到时候再来吧。”接着后头就再也没有动静了。建国兄不知不觉地在那门口待了半个小时，不知道是等那个声音还怎么了。半小时之后，再没任何动静了，他才回到卧室，但是这一晚上可没敢睡觉。脑子里一直回想着那个声音。他说：“什么叫还有一天时间？这咋还来？”一直到了天亮，这才起来。打开门，楼道里邻居们都陆陆续续出门了。虽然晚上被那个诡异的声音吓得没睡好，但是很奇怪，他这白天的精神出奇的好，甚至他萌生了把昨晚的事写成小说的想法。说干就干，一整天他都没有离开书桌，灵感是不断的涌现，码字的速度比平时还快。当天他就完成了一篇半夜敲门声的短篇小说，这可就熬了一天一夜了。到了晚上，他很快就睡着了，而且睡得特别的沉。小区里那个灵堂里边的那个什么唢呐声、锣鼓声都没吵醒他。但是到了后半夜，那个敲门的声音又来了，4声，咚咚咚咚。建国兄本来睡得挺扎实的，仿佛跟上了发条似的，一下就惊醒了。而这一次他没有害怕，他准备好拎根棍子到门口去大喊。有了昨天晚上经验，今天继续照搬。可是就在他翻身下床去拿木棍的时候，他发现自己的手直接穿过了木棍，什么都没抓住。紧接着他发现身体轻飘飘的，好像飘在水里头的感觉。回头一看，床上躺着一个跟自己一模一样的人，脸色惨白，双目圆睁，仿佛看到了极端恐怖的事情。
他当时就慌了，他朝床上走过去，伸手抓床上的身体，什么也抓不着。他意识到自己，这不会是死了吧？这个时候，门外的敲门声再次响起，这次更加急促，更加有力，就像是敲在他的心口上一样。他那个时候也忘了自己是死是活了，鼓起勇气走向门口，想要打开门一探究竟。但是虚无缥缈的手根本就握不住门把手，可能是因为那一下他用力过猛，整个身体就穿过大门来到了门外。门外站着一个模糊的身影，浑身散发着一种那种冷飕飕的气息。时间到了，跟我走吧。顿时一阵眩晕，意识逐渐模糊，最后陷入一片黑暗之中。几天之后，随着尸臭味的四散，邻居们报警，警方破门而入，发现床上躺着一具发臭的尸体，正是孙建国。他的眼睛依然瞪得溜圆，仿佛死前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。房间内的书桌上摆放着几张草稿纸，正是这建国兄死前写的最后一篇小说，也是他唯一一次以亲身经历的故事改编的小说《半夜鬼敲门》。一个外地租客的死在小区里很快就传开了。警方虽然通报了他是因为急性疾病而死的，但是小区里的居民却是传得越来越诡异。尤其是他那个鬼故事小说家这个身份传开之后，许多人就开始议论了。有人说他写鬼怪写多了，是泄露了天机，还是招惹了鬼神？有人说他是写小说把自己吓死了，自己写的吓自己。还有人说呢，他是半夜听到鬼叫门，被敲门鬼带走了，整个小区可是人心惶惶。然而，仅仅过去了几天，这小区里就再一次发生了诡异的事。就住在这建国兄楼下的邻居，又半夜敲门了，每次4声，而且呢，是不停地敲打，仿佛很着急的样子。那敲门的声音一直是很执着，不依不饶的。这位住户只好打电话给物业，叫保安来看看。保安呢，还是很尽责，尽管已经是半夜2点多了，还是举着手电筒赶过来了。诡异的是，门口一个人影儿都没有，但是地上有一串湿漉漉的脚印，大小呢，像是小孩的。保安可真了不起，顺着脚印儿可就向前查找，发现这个脚印一直延伸到小区的池塘边，消失了，再找什么线索都没有了。这事儿啊，最终不了了之，但是恐慌的情绪，谁不怕呀？在小区里边就开始蔓延开来。紧接着，更多的小区居民遭遇到了鬼敲门。那建国兄隔壁的老刘也在半夜被诡异的敲门声吵醒了。他本来不想理会的，但那声音是越敲越急促，就跟敲在他心口上似的。他壮着胆子又走到门口，通过猫眼向外头一看，门口站着一模糊的身影，发出沙哑的声音：“还有1天啊！”紧接着，那个模糊的身影就慢慢倒退，逐渐消失。这老刘魂儿都吓出来了，赶紧跑回卧室，关好门窗，开着灯。一晚上没睡，第2天一大早，老刘一家赶紧收拾东西走了，搬离了小区。临走之前，邻居们来送他，他说这地方不干净，你们呢，赶紧搬家。都说事不过3。如今，一个小区接连发生了3起鬼敲门事件，大家的恐慌情绪顿时就升到了顶点。这谁受得了啊？纷纷开始搬离这个小区，甚至不惜低价把房子挂出去。原本入住率几乎是100%老小区，一下子只剩下不到一半人了。这人走了一半，小区可就愈发的冷清了。
那更吓人了呀。几个月之后，小区里边搬来了一对新住户，他们呢，那是对小区里的传闻一无所知，图房租便宜，稀里糊涂的就租下了这里的房子。然而就在他们入住的第1晚，这敲门声又来了。男主人疑惑地起床，走到门口啊，握住门把手，慢慢可就打开了门。这时候他看见了门口站着一个浑身湿透的男孩。男孩抬起头，脸色惨白，眼神是空洞的，嘴角还笑，用沙哑的声音说道：“还有1天。”接着转身就走，慢慢就消失在了楼道里头。这男主人愣住了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时浑身的汗毛立了起来，赶紧关上门啊！第2天赶紧搬走了，房租交就交了，不要了。这个鬼敲门的阴影就这样一直笼罩着这个小区，传得有鼻子有眼的。这些年其实除了这个之外，之前也听过说别的，还有一个朋友亲身经历过，说有1年他因为他是学师范专业的，他呢，这个学校毕业之后就下乡去支教，当地的村民就传言他们那有鬼敲门的事。我这个朋友当然是坚定的这个无神论者，于是就一家家走访。他发现呢，据说自称遭遇过鬼敲门的村民的家门上都有一片黑褐色的血污。他就觉得奇怪，难道鬼还有血吗？在门上留下这个血污，血又是为什么呢？我那朋友呢，也是胆子大得很，半夜拎着一个手电筒就来看怎么回事。他来到一户门口有新鲜血迹的村民家门口，找了一个稻草垛子躲了起来。过了一会儿啊，他果然就听到了什么鬼敲门的声音。我这朋友就打开手电筒往门口一照，几个黑乎乎的像鸟儿一样的影子不停地撞在门板上。这是什么鸟鬼啊？因为像鸟，当时他深吸了一口气，壮着胆子走过去，原来是几只蝙蝠在撞门。这蝙蝠为什么要撞门呢？是中了邪了，还是鬼上了身了？这朋友看着门口的这个门板上的血迹，他明白了，这些蝙蝠啊，可能是吸血蝙蝠，被门板上的这个血腥味吸引来的。天亮之后呢，他在这户村民家附近转悠了一番，发现了几条大黄鳝的尸体。这门板上的血字啊，显然是黄鳝血。黄鳝的血那腥味多浓烈呀，就特别容易吸引蝙蝠啊什么的，这样的还包括其他的什么小动物。而这些个小动物撞到门板上，就会发出咚咚的声音，就被村民们误认为是鬼敲门了。那么问题来了呀，到底谁呀？这是把黄鳝血涂在村民的门板上，谁恶作剧啊？我这朋友为了查到真相，就联系了村里的村主任，就组织了几个村民，年轻力壮的，就在村子里头几条路上守夜。头1天晚上就逮着一个鬼鬼祟祟的人，提着一桶黄鳝，一边放血，一边往这个村民家门板上涂。这人谁呀？原来是附近这远近闻名的一个所谓的大师。这个所谓大师煞费苦心地想出了往别人门上抹黄鳝血这一招，制造鬼敲门的效果，为的就是等村民们来请他驱邪、收鬼什么的，到时候那可不就大赚一笔吗？所谓的这个鬼敲门，原来是人造的。当然了，这前头说的这个建国兄遭遇的这个鬼敲门事件可不太一样，毕竟县城的小区里头哪那么容易有蝙蝠、小动物的呀？小区家门口上也没有人涂那黄鳝血。有人是这么说的，小区的楼道、走廊呢，都比较窄。老小区啊，一刮风就形成了穿堂风，风力变得特别大的时候，尤其是一阵儿一阵儿的吹，
在门窗上发出了响声，制造出鬼敲门的效果。而且这个风声凄厉，更容易让人产生一种恐惧的心理，从而对于鬼敲门，你就引起了这样的联想吗？尤其是这个建国兄，他又平时又写这个鬼故事，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。那么各位朋友们，你们遇过类似的比较诡异的事吗？你觉得原因是什么呢？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到这就结束了。更多精彩故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我的频道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